朋友们，你们敢相信吗？在湖北农村呐，攀比风有多严重？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小车了，但是一年呢又开不了几箱油，也就回来过年的时候跑高速用一下，走亲戚用一下，这就是出门的时候用一下。很多车啊都停着在，有豪车，有一般的车，大部分都是一般的车，而且各地的牌照都有，宝马、奔驰啥都有啊。在我们这里攀比风真的太严重了。说实话，我们这里主要在外面都做生意的比较多，大老板比较多，所以家家户户的房子你可以看到都是那种2层的自建房，而且早些年早就建好了，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。但是呢，有个现象我不得不说，说实话，照这么再搞下去啊，这些年轻人到底还能不能结婚，还能不能生孩子？主要是因为攀比风太严重了。平时在外面抽烟都抽10块钱的烟，回来之后必须得1916，或者是和天下100元一包，槟榔只吃50起步的，低于50的不吃。他说烧口，槟榔都是一样的烧口，他们为什么要吃50以上的？我们这里爱面子的程度真的是，我说出来会吓你一跳。你看这些车啊，放在这里是不是？回来之后就落灰，然后在外面也落灰，一直落灰，买完之后就贬值。但是为了所谓的面子，你首付个10万块钱，贷款个40万块钱，还有的甚至零首付，回来之后发现供不起了，最后把车子一卖，亏了那么多钱。说实话，真的攀比风太严重了。不过现在确实是车子多了，红绿灯都有了，以前早些年哪有红绿灯啊？路修的是越来越宽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说实话，车子这么多，家家户户都有车，但是小孩依旧是单身汉。县城有房，村里有房，镇上有房，县城有房，但是为什么找不到老婆呢？在我们这里啊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在马路上，一个女孩子，只要是同村的，就会有媒人过来问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男朋友，给你介绍一个。那我们这边的媒婆啊，说实话，介绍一个5000块钱、1万块钱、2万块钱打底，成了之后必须给的，没成也要给媒婆给个4000套。4000套的话就是床单、被套、棉絮什么之类的。说实话，这种攀比风真的太严重了，而且女孩子在我们这里特别吃香，只要在马路上面碰到了，基本上就会被问，别人也不会不好意思，因为这种一年回来介绍5个那种女孩子啊，成了的话，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，这比打工不强多了。而且在我们村里面，攀比风特别的氛围浓厚，可能就家里面的人攀比不攀比，但是走亲戚的时候攀比，特别攀比，一回来就问你开什么车，买房没有，然后今年赚多少钱，问得很露骨很直接。说实话，我最不喜欢这些没有边界感的亲戚，因为一过来就问这些东西的话，你不管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我的家人，又不是我的亲人，我伯伯啊、堂哥堂姐啊什么问没关系，但表亲的话问的话，可能就是说有点没有边界感了。我说我超过你了，比你好，你又觉得不舒服，我说不行，你又笑我，让我左右为难。你看这边的车真的是好多好多，反正我们村里面的车特别多，而且基本上家家有田都不种地了，种地的非常少，除了年纪大的人啊，但是年纪大的人又干不动了，所以呢就把这些地啊承包出去了，有什么养小龙虾，有养鱼的，这前面那么多地是不是？种树种什么橘子是种不好的啊，因为环境不一样嘛。反正一路走过来至少有100-200辆车吧，100多户人，200多辆车，真的是令我感到不可思议。反正就是家家户户贷款买房买车，最后负债累累，依然家里小孩是单身汉，嫁不出去结不了婚。你说这种局面该怎么破？攀比风真的太严重了。